中国075型两栖攻击舰3号舰正式出海进行海试，这对中国两栖力量来说意味着什么？075舰还需要哪些舰载机？一款重型直升机的谈成对于中国又意味着什么？根据网上消息，近日沪东船厂发布试航令称，11月25号将有一艘新船从长江口深水航道下行。随后有网友证实，当天075两栖攻击舰3号舰出海进行海试，而这也说明中国建造的首批3艘075型两栖攻击舰都已经进入了备战周期。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075舰3号便已拆除脚手架并刷上新漆，紧接着1号舰服役，2号舰海试。如今3号舰的海试也在预料之中，一切顺利的话，大概在明年年中3号舰便能入列中国海军。同时，根据网上流传的2025年中国海军配置，2025年的时候，中国海军将拥有8艘075舰，也就是说3号舰出沃海试也能为新一批075舰的建造腾出空间。可以预见，未来几年中国在075型两栖攻击舰的建造上依旧会保持一个高速模式，而两栖攻击舰也有着准航母之称，尤其是对于对岛礁作战有着迫切需求的中国海军而言，075舰的出现无疑将给中国海军带来新的变化。我们知道，两栖攻击舰兼备直升机平台以及装甲运输平台功能，可以说是作为两栖战略目标中不可或缺的装备。另一方面，与航空母舰一样，决定两栖攻击舰战斗力的决定性因素，无疑就是其搭载的舰载机了。根据此前出现在075舰1号舰的直升机配置，包括直8、直9、直19以及一些无人直升机等舰载直升机将会登上075舰。此外，有传闻直10武装直升机与直20通用直升机也在改造舰载版。另外还有报道称，中国准备从俄罗斯购买36架卡52武装直升机配备给075舰。不过即使有多种选择，075舰将来可改造的空间依旧很大。我们知道，美国作为拥有两栖攻击舰最多的国家，最适合作为参考。如果参考美国的两栖攻击舰的话，想要发挥075舰最大战力，至少还需要研发3种舰载机。首先是一款固定翼垂直起降战机，类似美军的 F-35B 战机。美军现在正在改造自己的两栖攻击舰，目前就是为了能搭载 F-35B 战机。同样的，像日本也在为了 F-35B 在改造自己的出云级，拥有垂直起降战机的两栖攻击舰将能瞬间转换成一艘真正的轻型航母，那么其作战范围也将不仅局限于海岛。其次，075舰还需要一架具备垂直或者短距离起降的旋翼机，类似于美军的 V-22 鱼鹰旋翼机。长期以来 ，V-22 鱼鹰旋翼机都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标配。这类旋翼机具备灵活的起降功能，美国海军陆战队能更加便利执行特战任务。而第3种便是重型的舰载直升机，类似于美军的 CH-53种马。美军最新的 CH-53K 起飞重量为35吨，却可载重16吨，这对于给予远洋岛屿物资支援起到很大的作用。相比之下，中国的直20最大载重量只有5吨。中国在南海诸多岛礁需要灵活调配，直20显然不足以满足中国未来的战略需求。其实这就给075舰尚缺的3种类型舰载机而言，当前最需要的无疑就是重型舰载直升机了。其他2种还算是中国两栖力量的延伸方向，而缺乏重型舰载直升机已经成为中国两栖战力的一大短板了。目前南海上百座岛礁中，仅有个位数的岛礁能建大型机场供大型运输机起降，而更多的岛礁同样需要一款高效的后勤运输工具。好在目前中国离重型舰载直升机的到来并不遥远。据媒体报道，俄罗斯国有直升机公司日前表示，由中国与俄罗斯合作签署共同开发的多用途重型直升机项目正式生效，这标志着中国将正式启动一款重型直升机项目，而这种直升机在中国直升机历史上属于空白。据获悉，中国与俄罗斯围绕这个项目从2008年便一直展开谈判，到如今确立项目共花了13年的时间。根据媒体透露，该项目最后是由俄罗斯国有直升机公司首席执行官将该项目送到俄总统普京处，最终普京拍板通过。据获悉，中俄重型直升机项目也被称为 AHL 项目，中俄计划合作生产一款名为 AC332 型重型直升机。根据俄媒公布的数据中， AC332 型重型直升机最大的起飞重量达到了38吨，内载重量为10吨，而外载重量为15吨。此外，飞行时速达到300公里，
而满载下航程为630公里，最大起飞重量下升限5700米，能适应各种恶劣的天气。从能力上看，AC-332型重型直升机强于美国 CH-47支奴干重型直升机，并且能比肩 CH-53超级中马。此外，俄罗斯媒体还谈到，在2014年之前，中俄两国围绕着 AHL 项目主导权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两国都想成为该项目的主导。但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因为俄罗斯从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而与西方陷入争执，这使得俄罗斯政府将外交合作的主要方向转向了中国，而中国也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获得项目主导权。根据协议，俄罗斯方面将为 AC-332型重型直升机提供变速箱、尾桨、传动装置、转向螺钉和防冰系统等部件，而一些核心的部件，如机身材料、涡轴发动机等，则是由中国提供，并且生产线将放在中国，中国将负责直升机的设计、试用版制造、测试、认证与推广。中俄将在中国境内投资办厂，合作生产重型直升机，其产品也主要面向中国市场。从这里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出一些关键信息，那就是在直升机领域，中国已经能从俄罗斯手上拿回主导权了。长期以来，中国在直升机领域都处于短板阶段，并且需要从俄罗斯大量进口直升机。据统计，在过去30年里，中国向俄罗斯采购的直升机数量达到300架，而俄罗斯方面对于重型运输直升机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毕竟苏联时期他们就研制出米12、米26这样的重型直升机。因此，在 AHL 项目刚传出的那几年，很多人都认为中俄合作的项目将会与印俄合作项目一样，中国出钱给俄罗斯研究，且主导权还是俄罗斯的，技术上也无法得到俄罗斯的分享。但如今看来，这样的说法已经被推翻，而这也无疑说明中国在直升机研究领域的突飞猛进，如今已经能从俄罗斯手中拿到主导权。再说说 AC-332型重型直升机本身，其对中国也是很重要的。重型直升机除了运输士兵与装甲车之类的武器装备，同时在对于高原山地地区运送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方面也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中国对此需求量一直都很大。除此之外，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 AC-332型重型直升机也有很大的改造空间，可以改造成舰载版，供将来075型两栖攻击舰使用。根据报道，俄罗斯曾在马来西亚的兰卡威国际航展上透露，中国与俄罗斯将建立多个直升机服务中心，并且争取在2023年正式将 AC-332型重型直升机投入生产，未来10年内将生产200架。可以说，未来 AC-332型重型直升机登上075舰后，而这配合将中国的两栖力量发挥出一种新的高度。此外，中国版的鱼鹰和 F-35B 或许在将来也会登场。